云薇，金宁，云薇，金宁，云薇，云薇。 金宁，金宁，金宁，金宁！啊，云薇，云薇，云薇，你还想去哪儿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找我吗？明知故问。无远师尊，弟子余为有要事相求。不要叫我吴越师尊，这世上早已没有了吴越师尊，有的只是蛊毒之王。吴越婆婆，弟子知道你经受了太多的委屈和不公。弟子虽然从未见过您，但是您的遭遇，弟子感同身受。虽然您早已离开了学宫，但是您毕竟是黑白学宫之人，也为守护剑域做出了牺牲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会遗忘那段记忆，因为那段记忆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光。世人的误解和批判，你怎么能懂？吴越婆婆，云薇，云薇，云薇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可是刚才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过去那些痛苦的画面，而且久久挥之不去。此阵法叫做镜花水月，凡踏入此阵的人，都会眼见幻象，而这些幻象，恰恰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曾经。此阵会击垮人的意志，必须赶紧寻找阵眼，破解此阵。破解？东西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万毒林的，怕你有危险，所以我就一路跟来了。东西，万毒林我是非来不可，但是你没有必要为我冒这个险，你快走吧。余薇，当初我再三劝你，就是不希望你堕入险境。如今我说服不了你，总可以让我保护你吧？东七，你知道我跟纪宁……我知道，可是我这么做
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他人无关。如果我的出现让你感到很为难的话，我可以在暗中保护你，让你看不见我。东七，余威，余威，余威，金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我们刚才经历了镜花水月的阵法。刚才那个阵法叫镜花水月。想必现在大师兄也在经历这个阵法的煎熬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这个阵法的阵眼，才不会受制于人。走。走。哎，这瘴气怎么消失了？方才这阵法应该是镜花水月，此阵法能使人迷失心智，陷入到痛苦之中，难以清醒。那这阵法现在消失了，想必纪宁哥和余薇姐已经将其摧毁了。他们简直太厉害了，竟然连这个都知道。此阵法，我之前在天宝山玩乐的时候，无意间听一个前辈谈起，纪宁和余薇应该不知道如何破解，何以那么快就找到应对之法？莫非有人暗中指点？大师兄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们尽快想办法跟他们会合。月，怎么样？纪宁，我被毒虫咬伤，只怕毒气已经进入体内。月，你中毒了。你别管我了，你继续往前走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乌月婆婆。我怎么可以把你留在这里呢？我背你。你不用怕，就算我染上毒气，我也不会把你丢在这儿。这乌月婆婆竟然能够将万毒林中的瘴气调成类似花香的味道，常人定是难以察觉。不愧是蛊毒之王。大师兄，你有没有觉得这瘴气越来越浓了？我们得尽快找到这瘴气的解药，还有乌月婆婆，不然大家都会有危险。哎呀，这里这么大，到哪儿找解药呀？这林子里的东西，我看全都一个样。早知道应该把九莲带来了。
你看，这不是山雀吗？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万毒林中的鸟兽昆虫皆被毒物侵袭后，慢慢演化成现在这种形态。所谓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在这万毒林中也是一样。我明白了。既然这鸟兽昆虫能在万毒林中生存，而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而这些鸟兽昆虫离不开水，这就说明林中的水必能解毒。对呀，凡是生灵皆离不开水呀。啊，不好了，那纪宁哥他们还不知道水能解毒，怎么办啊？你怎么也那么关心纪宁啊？我……你看我干嘛？有一件事情我很早之前就想问你了，空青，你到底是谁？什么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空青啊，女侠空青。从你突然出现开始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你拥有空间穿梭的技能，性格不羁，又不受制于人，但却屡次出现在纪宁身边，帮我们解决难题。你是否别有用心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空青向来行事端正，就算我偶尔会偷一些小法宝，但那也是为了劫富济贫啊！怎么让你说的如此不堪？再说了，我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，不行吗？若不是我见你长久以来，并没有伤害我师弟师妹的意思，否则你以为我邋遢会留你到现在？喂，你别不识好人心！只要你不伤害我身边的人，你是谁，你去哪儿我都不在乎。若你有异心，你自己可得小心点。你这个林子很危险，你就陪我们到这儿吧。我去找纪宁他们。你别走啊！什么呀，臭邋遢！哼！拂晓在梦荒之巅，花已缺，人离别。西风下起时轮回，思念沉醉，痴心不退。像个成年的眼泪，看承诺往不会遥遥无追，难辨是非。前世萦绕的眷恋，奈何今生更浓烈，凝情可贵。你说，吴月婆婆为什么要在万毒林设下重重障碍？她是不是想试探我？也许吴越师尊并非有心想为难我，可能只是怨气难平。那你觉得吴越婆婆研制蛊毒是不是错了？世间万物本无好坏，就看运用之人是否心存善念。善恶本来就在一念之间，所以我认为蛊毒本身没有错，吴越师尊就更没有错。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竟然能有如此领悟。
乌月前辈，黑白学宫弟子拜见。你们就是黑白学宫的弟子？正是。是学宫哪个老头派你们来的？并非师尊授意，是我们自己来的。殿才师兄可还好吗？实不相瞒，学宫最近案件频发，师尊也莫名卷入了一桩疑案，难以自证清白。我们求您帮我们找到真正的凶手，还师尊一个清白。想不到，堂堂的黑白学宫也有今天呢！啊？师兄啊，想当年我被逐出学宫，你苦口婆心的劝我，说什么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让我静心修炼，不要心生怨恨。哼，想不到你也有被冤枉、怀疑的一天。师兄啊，师兄，这回你终于知道我经受的痛苦了吧？乌月前辈，当年的事，监狱对你的评判有失公允，你的不甘和怨恨我们理解，但目前学宫处在危难之中，只有你才可以找到真凶，而且真凶有可能是神王派来的内奸，此时不出，后患无穷。黑白学宫处于危难也好，神王回归威胁赤明戒狱也罢，哼，这都与我乌月毫无瓜葛。哼，想当初黑白学宫、赤明戒狱都皆附于我，今日你们想让我以德报怨？哼，休想！乌月前辈，乌月婆婆，今年余薇，余薇，今年，余薇，今年，他没事，放心吧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看来我还是来晚了一步。这乌月婆婆真是心狠手辣。余薇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不要再做无谓的尝试了。我本来以为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乌月婆婆就能不计前嫌，伸出援手。是我太一厢情愿了。看来，想让乌月婆婆帮助我们，是不可能。其实要说办法，也并非是没有。据闻乌月婆婆近年来在研制一种蛊毒，叫做醉情。此蛊毒是乌月婆婆多年心血，可是至今无人敢试，所以一直不算试炼成功。试蛊？据说乌月婆婆曾经许下一个诺言，如果有人为她试蛊的话，便会回报一个愿望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试试。那怎么行？你身上太上忘情的反噬还在，如果强行试蛊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我不能让你去。东七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那如果你真要做的话，我替你去好了。东七，这是何苦呢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冒这个险。东七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已经无以为报了。
这次请你尊重我，我必须亲自试过，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尽到一个黑白学宫弟子的责任。你果然和南君一样，倔强又任性。只要你认定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够改变。东西，谢谢你，静宁就交给你了。乌月师尊，黑白学宫弟子余威，愿为您以身试骨。你一旦试骨，生死自负。你可想好了？弟子心意已决，但请师尊成全。如果弟子试骨成功的话，请师尊一定要帮我们解开学宫一案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师尊。进来吧。师尊，坐。我看你初次试骨，便把条件与你讲清楚。只有你撑过整个过程，我才能清楚这蛊毒的使用效果，届时才算你试骨成功。之后我会给你解药，但是你若没能撑过去，中途被这蛊毒侵入丹田而死，哼哼，那就与我无关了。你我之间的约定也一笔勾销。你一旦试骨，不能反悔。我劝你三思而后行。弟子心意已决，请师尊开始下蛊吧。把这个喝下去。是。静宁她怎么了？放心吧，静宁现在没事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余威呢？余威为了求乌月婆婆帮忙，所以执意要以身试骨。试骨？那怎么行？好了，别试了。此结界威力巨大，连我都攻克不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耐心等待。
方才那镜花水月的阵法，是你破的吧？我知道季宁之前对你有些误解，多有冒犯，还望海涵。你还真是替他说话。我不护着师弟师妹们，怎么对得起他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？你倒是通情达理。如果我们不是立场相悖的话，说不定，也许我们还会做朋友。能否做朋友，只关乎性情是否相合，品味是否一致。如果过于在乎繁文缛节，那还算什么朋友？真是没有想到，你心性如此豁达通透，一点都不像黑白学宫的弟子。你也不像外界相传的十恶不赦的无间门主。我知道你的余威非同寻常，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这正与邪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所谓正邪，不过是胜败之人所划分的。我不过顺从内心，为心之所向之事。那余威之于你呢？余威在我心中，自然是无可替代。门主果然豪爽。我拉他一向不理红尘之事，只觉得麻烦。但最近有一人改变了我。人生在世，终究无法独自行走。余威如同我妹妹，我不想看她难过，我更会尊重和支持她的选择。所以，请你不要让她为难。我从始至终，从来就没有想过让他为难。大师兄，余威呢？余威呢？余威在里面尸骨。尸骨？你已撑过第一阶段，但这还不是此骨最凶险的时期。你若反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没事。你这孩子倒也要强。吴越师尊，弟子不懂，您为何对蛊毒之术如此痴迷？怎么？你也认为这蛊毒之术是不祥之物吗？不，在我心里，这蛊毒之术和别的功法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为善者所用，同样也能造福于苍生。世人对他不了解，所以才会恐惧，因为恐惧才会宣称不祥。你真的这样想？是。唉，这么多年，我受尽世人的误解，人人把我看作是妖物，认为我的所思所为皆背逆天道。未曾想，你倒是如此了解我。弟子听闻乌月师尊在黑白学宫之时，修炼的乃是治愈之术。
莫非现在师尊研习蛊毒之术，也是为了悬壶济世？哈哈哈！你这孩子倒也聪明，不错。当初我接触蛊毒之术，发现如果将其用于治病救人，起到的效果竟比一般治愈之术更加神奇。于是我苦苦研究，最终让我研制出一套利用蛊毒之术医治疑难杂症的方法。哼！唉，我的初衷不过是普度众生出苦痛，谁曾想会遭世人妖化，受人驱逐。所以这世间愚昧的人们再如何痛苦，也与我无关了。殿才师尊曾经说过，世间的一切皆讲究时机。20年前，蛊毒之术不被世人所了解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。乌月前辈，如果愿意重新出山，以蛊毒之术行救人之举，那我想世人对您的误解就都可以一一解除了。算了，误不误解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况且若我今日出事，所救之人就有当日鼓吹驱逐我之人。我乌月还没有那么大度。此谷现在是最凶险的时期，余卫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余卫，余卫！晋宁，别拦着我！余威有危险！晋宁，吴越师尊的结界我们是攻不破的，只能相信余威。余威，余威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已经服下乌月婆婆的解药了。晋宁，我试蛊成功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太好了，总算有所收获，也没有白让你受苦。乌月师尊，哼，没想到您还如传说中那样风华绝代。这些年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说，有的人说我被蛊毒反噬，苟延残喘；也有人说我被蛊毒侵入丹田，一夜之间苍老丑陋。
既然世人皆认为我是怪物，那不如索性就一怪到底吧。如此说来，您已经想通了。今天多亏了威尔这孩子劝我，让我解开了心中的心结。所谓误会，如果置之不理，便没有解开的一天。曾经我以容貌惊艳天下，以后我只希望世人能重新认识医蛊之术，不要再固步自封。医蛊之术，莫非前辈已经把医术和蛊毒之术相融合了？这些年在万毒林颓然避世，我也腻了。我想重拾我行医初心。我已把破解黑白学宫一案的方法交给了威尔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多谢师尊。咱们后会有期。余威，师尊和你说了什么？是，冬青，你怎么来了？冬青，放开余威！我要带他走，你别拦着我。别做梦了！纪宁，你以为你是余威什么人？余威的事跟你无关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。你试试。够了，纪宁，你先回去，我跟东七走。余威，你说什么？我会回来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有，纪宁，我与你已定下终身之约，此生永不相负。但是我与东七的纠葛，也是时候该说清楚了。你懂。余威，这是我跟东七之间的事。纪宁，有些事你不了解，让他去吧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对不起，我们走了。走。余威，别为难他。我等你回来。余威，我的身份不便进黑白学宫，我就送你到这儿。金龙哥，你保重。
少主，您为何忽然同意让九莲离去了呢？他心不在此，若是再强留下来，只会让他更讨厌我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那少主的意思是，打算让他回去，放弃他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墨尘不明白。他的身体已经恢复，我已经没有什么理由留下他了。他想回去是因为季宁，到时候他看到季宁和余薇已经相爱，我想到那时，他才能明白谁真的爱他。他真是那样说的？是的，老祖。原来我的一番苦心他都不在乎，他的眼里只有九莲。墨尘，动手吧。可是老祖，若是我们真的伤害了九莲，少主是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，何必非要如此决绝？毕竟感情之事身不由己。我不管他身不由己还是无可奈何，只要他流着少严氏的血，他就要担起复兴家族的重任，这是他的使命。最近施工，他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快说。少主，老祖可能要对九莲动手了。动手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想伤害九莲？嗯。哎呀，他是想要与我为敌吗？少主，你要理解老祖，他苦等了这么多年，就盼望着您能重振少严氏。可是您呢？您却万事以九莲为重，他难免会着急。您是了解老祖的，若他一意孤行，九莲必定凶多吉少。可是你们也明白，东契他毕竟对我有恩情。若是选择投靠神王，而背叛东契，少主此刻不是讲恩情的时候。东契虽为门主，却一样被情爱所束缚。儿女情长之人，迟早会变成神王的弃子。少主，如果您能取代东契，成为无间门的门主，那我们少严氏就终于可以复兴了。所以，你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不答应，九莲就必然有危险。您聪慧过人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木头，哎，大师兄、季宁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都把我担心死了。不说你们去，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叫你岂不是给我们添乱啊？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添乱啊？我现在的符箓在学宫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。为什么不叫上我？好了好了，你吹牛也数一数二。哎，余薇姐跟空青呢？空青去其他空间搜集法宝了。余薇，余薇姐不会出事了吧？余薇随东契回无间门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小孩子不懂，别问那么多。万一有人问起，
就说雨薇去阎王府做客了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九莲回来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们了。九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来，让大师兄好好看一看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你长胖了。大师兄，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，真是的。实话总是不好听的嘛。哎，怎么没见于薇姐和季宁哥？不提这个了，回来就好。走。好。看啥？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我看你太上忘情的反噬已经越来越严重了，估计是因为那个蛊毒太过强烈，才导致你现在这样的后果。余薇，你何必一定要这样逞强？只要能找出真凶，还师尊一个清白，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。你总是惦记着别人，什么时候你能为自己考虑一下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可你明明知道，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你心里爱的还是季宁，对吗？我与季宁已经定下了终生之约，此生不负。那你身上的太上忘情怎么办？这一生实在是太短暂了，我不想留有任何遗憾。冬青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铭记在心。但今生今世，我心中除了静宁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。对不起，我辜负了。说什么辜负呢？若真的爱一个人，所有付出都不求回报。余薇，我对你便是如此。如果你能爱上我，我愿意付出生命。可既然你已经心有所爱，我又怎能勉强你做不快乐之事呢？我别无所求，只求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今天在学宫上课，这样一群女装不错。是啊，我挺想学的。你说说。
九莲，金宁哥，我忘了问你，你家里一切都好吧？家里对啊，你不是捎信给我们说你在家里养伤的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先不说这个了。金宁哥，在天宝山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如果我挺过来了，你就会答应和我在一起。这句话现在还算数吗？九莲，对不起。我都知道了。其实我不过问一下罢了。金宁哥，其实我心里知道，你一直喜欢的人是于薇姐，对吧？九莲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厚爱，但真的，我一直对你就好像对我的亲妹妹一样看待。其实回学宫的这段时间，我听说了很多你和于薇姐的事情。我离开学宫的这段日子，我也认认真真的想了很多，我对你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？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，其实我对你更多的是一种崇拜，是敬仰。你在我心里是那么的高高在上，我明明看得见，却摸不着。金宁哥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对你做了那么多胡搅蛮缠的事情，从来都不顾你的感受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迫你跟我在一起。自从我知道了你和于薇姐的事情以后，我明白了，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两情相悦，是要为对方着想。如今想想，我当时是有多么幼稚啊！谢谢你还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看待。所以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祝福你和于薇姐，是真心真意的祝福。你们一定要跟我好好在一起，永远都不许分开。谢谢你，九莲，你能够这么想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幸福的，一定的。我要回去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留你过久。你心不在此，终究是要走的。谢谢你，冬青。你们两个看完了没有啊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见到木头啊？这个傻木头一连几天人不见了，连消息都没有。大师兄，这个木头他是个傀儡师，现在又多了个东林，两个傀儡师粘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。我们说正事吧，于薇，你赶紧跟我们说说乌月前辈传给你的调查之法吧。
根据乌月师尊所说，我们之前发现的蛊毒和这个粉末会产生感应。雨薇姐，难道乌月前辈所说的调查之法与此物有关？只要是之前释放过蛊毒的人，再触碰到这个粉末，皮肤就会悄然变成紫色。也就是说，碰到这粉末，皮肤变色的人，就是我们要找的青楼一案和盗窃秘籍的元凶。既然童鱼和水翼是我们的怀疑对象，我们不妨先从这2个人下手试试看。此事恐怕很难。雨薇、季宁，还有我们都和他打过照面。这2人防备之心很强，要想接近他们，恐怕不容易啊。哼，这可难不倒我。我九莲一向足智多谋，只要小小的一变装，他们一定认不出我来。此事就交给我吧。童鱼和水翼阴险狡诈，手段毒辣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去会有危险。是。我可是东岩市的少主，虽然我功力不如你们强，可是你们也不能小看我啊。好了，你们就安心等我胜利的消息吧。话虽如此，但一切还是小心为妙。大师兄，这样吧，我和你一起在外围隐蔽观望，万一九莲有危险，我们也可以尽快赶到。季宁说的对，小心一点总没有坏处。知道了，怎么那么啰嗦？余薇，你刚刚伤愈，还是在学宫内好好静养，不然我们大家又多一份担心啊。哎呀，都过了那么久了，九莲怎么还没好啊？估计差不多了，再等会儿。嚯！在下药商东岩九，此番前来天宝山做生意，听闻这论道馆独树一帜，前来一观。怎么样，还认得出我吗？你还真是以假乱真啊！这下连我都没有认出来啊！这件事情我肯定办妥，你们就不要多虑了，放心吧。在下药商东岩九，此番前来天宝山做生意，听闻这论道馆独树一帜，前来一观。原来是东岩市的老板，不知来我这论道馆有什么事儿吗？两位应该有所听闻，我东岩市的药材乃是整个赤明界域最优秀的，看样子两位老板也是修道之人，不知可否有兴趣看一看我的镇店之宝啊？不知什么镇店之宝，让东岩市的老板如此兴师动众啊？这难道是东岩市传说中的天山凝翠？老板好眼力啊，正是此物。据闻，这天山凝翠可是10年出一株，非常难得。服用之后，功力精进数倍。这等珍宝可是专供东岩市族长和少主的，可谓难得一见。实不相瞒，
我与东岩市的族长确实有些交情，帮过族长的忙，才获得这宝贝。我本打算独享，可是此物与我身体相克，所以我只能将其出售。听闻二位是天宝山首屈一指的富商，不知二位对此物可有兴趣？当然感兴趣。老板打算出价多少啊？我初来乍到，全当交下2个朋友，这宝贝我就收个成本价。这个数，你们看如何？倒是合理，不过如此贵重的东西，可否让我先验验货，以免伤了大家的和气啊？老板说的有道理，此物确实贵重，谨慎一点为好。喏。此药有毒！原来盗窃典籍一案和青楼惨案的真凶就是你们！现在证据确凿，我看你们还能如何抵赖？我混迹江湖多年，没想到让你这么个小丫头给骗了。看来你是不想出这论道馆了。把门给我关上！九莲有危险。少主，收到了季宁的紧急书信。在这个时候，季宁着急跟我见面，会是何事呢？据我所知，季宁等人去万都林寻求破案之法，我想他一定是有什么线索。童鱼跟水翼终于离开了无间门，正好最近我想多了解一些黑白学宫内部的事情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季宁就要约我见面。这样吧，你留在无间门，继续观察内部的动向，我去和季宁见面。是，少主。这件事情难道非要季农帮忙不可吗？目前只有通过季农，才能知道童鱼和水翼到底把九莲抓到哪里去了。我知道现在情况危急，但病急也不能乱投医。季农现在是敌是友尚未可知，万一他和童鱼和水翼是一伙的，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季农，在九莲的事情上面，他绝不会骗我。你真的有把握吗？这样吧，师兄，我独自前去。季农见到你，怕会有戒心，你先回学宫，我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你。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季宁，多加小心。放心。接到你的信，我就立刻赶过来了。发生什么急事了？九莲被童鱼和水翼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九莲去论道馆查案，无意中揭发了童鱼和水翼的恶行，他们因此劫持了九。我们不知九莲被关在何处，想到你毕竟身在无间门，所以只好求助于你。他们两个生性残暴，
就连这下恐怕是凶多吉少。我想知道，除了无间门，他们还有别的去处吗？他们两个行踪诡秘，戒心又强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何藏身之处。不如干脆设计引蛇出洞。你有什么计划？如今之计，只能借门主的手谕一用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门主亲自书写的手谕，说要召见你我。突然这个时候要召见我们，怕是门内会有什么大事儿吧？既然门主下达手谕，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他怎么办？先不必着急，我去探探情况。你在这儿看好这个丫头。是你？怎么样？惊讶吗？哼，我确实是很惊讶呀。自从你进入无间门，不但勾结玄机老祖和黑白血宫，就连水翼也被你蛊惑，害得我如此下场。如今你连门主的手谕都敢假传，看来我还真是引狼入室啊！引狼入室，说的真好。我们命不好，都是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狼。弱肉强食是我们的法则。要怪，只怪你命不好。哼，挡了我的路，你就必须死。好啊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定要替无间门除掉你这个祸害。哼！少严氏功法，小林，小林，金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去再说。把他也带回去。殿裁师尊，如今终于抓到青楼一案和典籍失踪一案的凶手，总算可以还您清白了。邋遢，你们几个孩子维护我的心意，为师很是感动。但下一次，绝对不可再冒此风险了。哎，你们几个去万毒林抓铜鱼和水翼，嘿，我们这几位师尊心里真是提心吊胆呐。但是经过此事，我们一致认为，你们真的是长大了啊！长青，长青，说两句。看在你们将功补过的份上，我就不追究你们擅自离开学宫的责任了。不过下不为例，记住了。弟子遵命。三位师尊，不知你们如何打算处置铜鱼和水翼？
他们二人乃是东契的左膀右臂，东契绝不会放任不管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将他们救走啊！师兄说的不无道理，依我看，不妨把这二人交于夏皇审判，我们暂时将其收押在学宫，如何？我同意，只要我们加派人手，加强禁地守卫，任谁也劫不走这二人。我们现在就去会会那二人。童与水意事到如今铁证如山，你们也不必遮遮掩掩了。神王先是在时空碎片中饲养妖兽，而后又盗取秘籍，多番筹谋，到底是何目的呀？哎，我劝你们最好识相点。这黑白学宫还能给你们讲些情面，要是到了赤明地牢啊，那可真没什么情面可讲了。哼，你们不要得意，用不了多久，门主就会来救我们。老头，不必废话，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：无间门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休得胡言！这还真是油盐不进啊！师兄，他们作恶多端，不如直接用刑，不怕他们不招。不可，我黑白学宫乃名门正派，岂能乱用私刑啊？笑话！对这等恶人，还用得着道义吗？眼看着神王回归在即，童鱼和水姨知晓神王许多秘密，只怕我黑白学宫已经无力处理此事。我们还是应该将二人交给圣君和应蒙卫来处理吧。哎呀，也对啊，到了那里，我看他们也不得不招了。既然二位师兄都这么说，我也并无异议。只要我们今日对他们严加看守，明日将他二人完完整整的交给圣君，我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可是我真的担心你身上的太上忘情反噬。那是我自己的事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难道纪宁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？我说了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好，总之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会救你的。一步走，步步走。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走入绝境。不会，门主一定会来救我们。你的门主不会来救你啊，属于是技能假传的。技能？难道我们真的没救了？我担心的不是圣君，而是神王。两大氏族的事已经败露，现在最想要我们命的人，怕是神王吧？难道神王要灭了我们的口？你别忘了，在这黑白血宫里，早就安插了他的眼线。
你二人在外面好生守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是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，我也就不必多言了。谁先来啊？剑仙，事情还没有走到这样的一步，你看在我们一起曾经为神王服务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放心，我和水翼到了圣君那儿，一个字儿都不会说出来的。童宇，你说的话我信，只怕是陛下他不信呐。我记得他曾经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最忠心的只有死人。你们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们几个居然连几个毛孩都斗不过。活着，好好活着，活下去。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，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痛苦。长青剑仙，怕是你还不了解我吧？我发过誓，此生永远不会死在别人剑下。什么人？去看看！不好了！水翼跑了，长青师尊晕倒了。长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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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来，啊，长青师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童与水翼呢？二位师兄，今天当我轮值，发现此二人为了逃避圣君的审判，居然想逃跑，被我当场发现。于是，二人就畏罪自爆身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师兄，我连累了你们。出了此事，我该如何向圣君交代呀？哎，哼，这有点奇怪吧？你巡职的时候正巧赶上他俩要逃跑，然后他俩自爆了，这太不合理了吧？无风师兄，你太幼稚了。你若是怀疑我，就拿出证据来说话。如果你没有半点证据，就别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你说我幼稚？行了，事已至此，正义已是无益的了。我们还是将此事禀告给圣君，看圣君如何处置吧。是。真是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同一水翼，因为惧怕圣君的审判，畏罪自爆身亡了。哼，自爆？
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里有我们，你出去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人抓来了，他怎么说死就死？这不可能啊！哼，这么说你也怀疑我了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我认为此事定要查清楚。闭嘴！好了，不要再争执了。来人，快扶长青师弟去疗伤吧。不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徒儿告退。哎呀，长青啊，长青，师兄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啊？恐怕真正的内奸还在学宫之内，尚未铲除啊！难道说你？难道说你也怀疑长青？我没有证据，不敢妄下论断，但我总隐隐觉得长青师弟今天的反应过于强烈了。凭他的武功，怎么可能被震晕呢？除非是他怕担责任，把自己洗刷干净。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与此事有关，故意在隐藏着什么。哎呀，我看以后还得防着他点。水翼，你怎么了？门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发现童鱼的生命石已经熄灭，而你的生命石极不稳定，就过来了。童鱼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被黑白学宫的人追杀，神王怕我们泄露秘密，就派长青剑仙杀我们灭口。